不少朋友其实都非常期待小型可爱的电动车。来，今天我们要看新的玩家，这款就是所谓的东风 Box。这辆东风 Box 其实在本地新闻已经出现了好一阵子了。有人看到它在路上出现上路试驾了，也有人在 Preview 看到一些影像，就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新闻发布出来，图像发布出来。这辆车即将出现在马来西亚，我们有问了一下原厂啦，这辆车预计正式发布会在可能10月左右，然后会有2个车型哦。我身边这辆是 Box E2， 后面那辆紫色的是 Box E3， 所以表示说这个应该是入门版，紫色这辆应该会是高配版。所以今天我们那种帅气的象征，当然要看紫色的车啊，就符合我的形象嘛，是不是 ？Nice。我们先说数据好了。数据它分 E2 跟 E3 2个车型嘛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就是它的锂电池规格，一个搭载的是31.45 kW 的锂电池，我身边的 E3 呢搭载的则是42.3 kW 的锂电池，所以很明显一个多一个少。CLTC 的续航里程呢，分别是330公里以及430公里，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啦。这个差距应该就是回到现实数据，一个可能是250左右，然后一个可能是360、370左右。输出的马力呢都是95匹，扭力峰值是160牛顿米，极速为每小时140公里。听了这么多数据，大家就很好奇一件事了：这辆车究竟会卖多少钱？我们看刚才的数据，95匹马力，160牛顿米的扭力峰值，续航里程300多到400多，这个数据你就可以想象到的是哪吒。但是你回想哪吒当时卖多少钱？当时他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大概是10万上下，现在加减折扣6万多到7万左右。今天这辆价钱没有公布。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目前在中国的时候，因为这辆很明显就是中国东风的这个电动车嘛，那它在中国贩售的价钱呢是人民币7万到14万，你折合马币换算就是马币5万到8万的价钱。所以我们假设说它真的因为马来西亚这个法规的问题，它要保护国产车嘛，你电动车不能10万以下嘛。我们假设啦，高配版是110千、115千都好，入门版是100千正。其实它的吸引力好像都比对手好一点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？你看它的外观，你不觉得这辆车在整体的外观设计上是比完成度高很多的吗？它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一辆可爱电动车。对，第二，内装的打造、设计啊、萤幕啊。整体的这个用料等等，就是我们看前看后看里面会觉得哇，有小惊喜，有小可爱，有小满意。我们点到为止，不要把对手往死里打。而且原厂有讲说，目前预估今年会10月发布这辆车子嘛，明年预估还会有2款车型发布。然后如果市场表现回馈尚可或者不错，会考虑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，这是他们的计划之内。所以本地组装了之后，价钱会不会更有优势？其实这个是值得期待的，但是前提是要有第一批勇者去冲。就是你觉得10万不错，11万我自己的假设价钱你觉得100千、115千，你觉得不错你就冲，然后冲的人还蛮多 ，OK， 他以后可能就会本地组装。然后价钱会不会压下来，我不知道。你要想的不只是一件事，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免税的状态嘛。那过多2年，可能这个税务拿掉了之后，它的价钱津贴就没了嘛，它就上去了。可是如果它本地组装，它就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合宜的价钱。所以会是一个怎样的发展呢？对，大家自己要去想象这个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。我们现在真的不好说。回到这辆车子。我觉得第一件事，它的造型就是它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小 hatchback car， 它没有很高，我感觉它不像一个 SUV， 它像一个 hatchback car， 然后它的造型是圆润可爱的，你可以看到整个车头线条、保杆线条、头灯线条里面的 LED 组合
都是非常浑圆造型的，就很 Q， 很 Q。我觉得他打到的几个对手啦，第一，我们刚才讲的大马；第二，他会打得好毛，他真的会打得好毛。第三个，我觉得你甚至说他要不小心打到 Smart 都有可能，因为我们现在回来看 Smart， 好像价钱有一点点高。那这种很亲民的入门级电动车进来，会不会影响到？可能会。那它可爱吗？我真的从我第一眼看到它到现在实际看到这辆车子，我都觉得它是很可爱的一辆车，真的就我会喜欢小辆的车。至于我这个驾惯小型车呢，我觉得小辆的电动车便宜经济才是无懈可击的王道。你在 KL 市区驾，你可以从最北拉旺驾到最南普特加都没有问题啊，就符合它的个性。轮圈没有很小哦，今天大家的这个17寸的轮圈，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？看车门有隐藏式的门把之外，四闪车门都是无窗框的设计。你还在挣扎到底要不要买行车记录器吗？我跟你讲，不能等，意外由不得你决定。有一颗行车记录器在车上真的非常重要，所有的意外事故你都有影像可以做调阅。今天再次为大家介绍去神买的 A510行车记录器。这颗行车记录器有什么重点呢？第一，高画质 2.7K 的录影；第二，超广角；第三，它可以支援前后镜头；以及第四个最重要的，它今天也升级了所谓的 4G Hardwire Kit。我们以前所谓的 Hardwire Kit 就是24小时监控嘛，但是它不能连接网络，所以没有办法把讯息及时发送给你。可是它今天升级了这个 4G Hardwire Kit 呢，它的 Hardwire Kit 你只要插入 Activate 这的 SIM 卡，它连上了网络，车子在停着的情况下，有什么晃动、有什么震动、有什么触碰，它都会把即时画面传送到你的手机，通知你。然后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，去实际监控车子的实时画面，看有什么可疑人士在你的车周围走动，让你的车子无时无刻都在你的监控之中。第二个好处呢，就是如果你停在一些停车场，但是你忘记你的车停在什么位置了，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打开你的相机镜头，去看说前面的柱子有没有号码，这样就方便让你找到你车停的位置。这一系列的功能呢，之前像是在 A810 跟所谓的 Omni 都有可以支援到嘛，现在连 A510 也可以支援到这个功能了，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建议大家马上就到汽车买的 Shopee 或 Lazada Official Store 下单购买吧。看完车头，我们来看它的车尾。车尾也是非常圆润的线条，非常非常浑圆。然后我们在吸柱的位置看到一个悬浮式的设计，做一个黑色钢琴烤漆处理，然后还有一个东风的名牌所以整个让它的车尾线条是非常好看的。然后一个扰流尾翼，然后下面都很简单的处理啦。主要是什么？第一，尾灯的光条很漂亮，浑圆的造型，利落的光条，这个 LED 是好看的。再来就是中间这个整个黑色的钢琴烤漆，让它的层次感变得非常明显。好，我们打开它的尾门。一件事，首先要说啊，它没有电动尾门，这个价位没有电动尾门，好像我知道价钱一样，没有我不知道价钱。11.5万，115千，阿干哈，这个价位没有电动尾门我是可以接受的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后车厢空间比我想象中的大，对，它很深，它非常深。OK， 我这样子下去呀，后车厢的高度深度到我的手表位置，到我的手腕再上一点，所以它的深度是很够的。然后当然是没有备胎啦，不过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它竟然有车牌，所以表示它是上路的了它是已经有上过路的。所以是蛮好玩的啦，只是有点蛮遗憾的。椅背可以倾倒，但是它是整个一起倾倒的，它不能分离倾倒，它是一整面的，看到吗？然后它当然因为这样的深度问题，它也没有全躺平，但是这样子的空间其实比我想象的大了一些，不错，有趣 ，very interesting。好，把整片的椅背翻回来，我们就可以坐上这辆东风 Box 的后座了。它今天在马来西亚叫东风 Box 其实它在中国的名称叫做好像纳米01啊，纳米是他们的子品牌嘛，就是做这种小型车的。前座好像调的有点奇怪的姿势但是先说我后面，
我身高是169公分，我头部有接近1个拳头的头部空间，算大了哦。膝盖呢大概2到3个拳头，所以空间是 OK 的。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辆，我觉得算是小型的电动车，所以椅垫可以看到吗？长度是比较小的，高度也是比较少的，所以是比较，它不像那种我们看到的一些 sedan 啊、C 什么 SUV 啊那种，哇，那个支撑高度都刚刚好的。但是它地板是平坦的，然后同样因为是这种入门车型的关系，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。但是因为今天这辆是紫色的车子，所以他们特地为这个紫色的车子准备了紫色、白色搭配的内装，所以你看它的椅子、它的皮椅是紫色跟白色搭配的，后面的座椅也全部都是这种搭配，就很可爱啦。我觉得这个会吸引到特定族群啊，对，会有些朋友特别喜欢。OK， 我的话，我就有一点太 bubble 了一点 ，OK， 太 bubble 了一点。材质的运用呢，你看它旁边有大面积的紫色皮革，紫色的靠手，但是上面呢是硬质塑料，下面也是硬质塑料，中间紫色的这个开关窗的这个 switch 呢，前面这一半部分也是硬质塑料，紫色的硬质塑料以入门的车型来说，我们预估啦，原厂讲了一下，这辆车有 E2 跟 E3 两个车型嘛，其实预计会贩售的是 E3 的车型。E2 目前看起来他们说是可能拿来做一些 road test 啊，然后拿来做一些 R&D， 做一些测试之类的。目前主要贩售的是高配版的 E3 车型，他们是这样说的啦，到时实际发布我们才知道哈。所以大概后座这样，中间没有靠手，后面没有冷气，也没有 USB 什么的，因为入门车型嘛。前面呢，我是看到很精彩，走，我们就前面看。好，我们坐上驾驶座啊，难怪这么奇怪啦，因为你看它的座椅调到好斜哦。OK， 这张座椅是手动的哦，我既意外，然后想想也不意外，入门车型手动座椅没有什么奇怪的吧？啊，全部都是手动的，驾驶副座都是手动的。然后第一点我发现的是它前面这2张座椅其实包覆感跟承托感感觉不错就你坐起来是有 support 的，有舒服的。驾驶盘呢手动，只有上下没有前后，这个我就有一点意外了。OK， 你问我可以接受吗？我勉强可以接受。OK， 我勉强可以接受。再来，我们看到内装。首先第一点，没有天窗。OK， 这辆车没有天窗，如果价钱合理，我可以接受。第二点就是它的内装的设计，特别的第一点就是它的材质运用。你看到这一整面的紫色皮革、白色的皮带的设计，瞬间让我想起 Mini Cooper S Electric， 就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对，就What is this？ 什么？这个也好酷哦！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展开的，它竟然是一个真的 drawer， 深度有，然后可以放一些零散的东西，我有被突然间吓到。OK， 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小挂钩，你的鸡饭、你的云吞面可以在这边打包。OK，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了。来，大家看这个中控萤幕，上面有什么？上面有一只喵喵，它会动的哦。啊，它的动画就有一点有趣。然后它的画面它的很多界面，我刚才有看了一下，它都是有一些喵喵，他就觉得 OK， 我这辆车的主题就是喵喵，有 auto parking 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讲它的功能。对，它就有喵喵，它就一直有那个喵喵。Desktop customization，哇哦 ，OK， 它可以换不同的我最喜欢这种没有什么用的东西。对，你可以换你荧幕的时钟啊、唱机啊的造型啊，就很废，但是很可爱的一些 design。OK， 换了它就真的照着换了。就你会突然间想到什么车？我个人的想法，我看到这个荧幕，我看到这个喵喵，我就觉得它好像有点像 smart。
不管是外形还是这个主机的整个界面的概念，都有一点神似。然后这个荧幕啊就没有这么厉害了，这个荧幕就 Smart 比较厉害了，因为 Smart 卖比较贵嘛。这个就很简单，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LCD screen， 跟你显示一些该有的 feature 出来这样子而已。然后其他上面是一些硬质塑料啊，然后我们先不看瑕疵，因为什么？它今天车上贴的贴纸写的很清楚，这是 Pre-Production R&D Car， 所以有一些刮痕啊，有一些什么，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它已经很清楚讲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先拿来做测试的，所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所以硬质塑料，我也觉得 OK。驾驶盘双辐式，上面有完整的 ADAS 功能，这些都是很齐全的，所以预计就是卖这辆 E3， 然后可能有 Full ADAS， 然后价钱如果10万 ，I don't know， 大家欢迎给我知道。然后我们也问了哈，这个主机是有 Android Auto， 有 Apple CarPlay 的，也有360环境。哇，这个360环境显示的画面有一点复杂，有一点复杂啊。因为我们开这个关系哈，对，有360环境显示，有自动停车，有 Full ADAS， 有 Android Auto， 有 Apple CarPlay， 然后再往下看。有一个很大的收纳格，电源插槽 ，USB 置杯架，然后有一个无线手机充电座，还有通风孔，可能不会让你手机过热。然后再来又有一个很大的收纳格，所以这辆车，我觉得我个人的想法是，第一，它真的很可爱，然后很有个性，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观望先，因为太多牌子涌进来了，你前面先买了。然后后面又有更吸引你的牌子进来，或者说我们对于它的长期的整个经营策略，对我们都需要时间去观望，才可以下定论。它真的我觉得蛮有趣的，这个是我会去觉得不错的一个选项，但建议大家还是我们先观望啦哦，是，因为毕竟选项太多了啦，选项太多了，来来去去的人也很多。所以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，也不要 subscribe 我们圈呢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